带电可不可以？OK， 好，那我们今天准备要开始直播了哈。那我先开一下这个。好，那我们现在准备要开始直播了哈。那如果观众有想要进来的话，可以慢慢进来这样子。对，那好，大家好，我是17。大家好，我是文文。对哦，那我太太生病了。对，那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什么？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就是忧郁症如果爆发失控的时候怎么办这样子。对，这个是文文上个礼拜的时候提出来想要分享的内容啦。好的，就是好像上礼拜在最后结尾的时候，突然想到想要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对对对，可以问一下为什么你会想要去聊这件事情吗？因为通常大部分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说，就是只要有人就是遇到这种忧郁症突然爆发失控，大部分都是一个很严重的时候，例如说他已经可能伤害自己了，或者是他会先跟你说他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了这样。那通常身边的陪伴者要如何去帮助？或者是怎么制止他，而且如果他在很激烈状况之下的。OK， 好啊。不晓得我们的观众有没有人也有遇过就是当你的周围朋友有遇到这个所谓的忧郁，然后跟他突然失控的时候，对，如果你也有遇过类似的问题，或者是有类似的疑问，你都可以打在留言区。那我们待会如果看到留言，我们会尽可能的来进行回答。对，那一般来说，我们面对忧郁症，我们想象就是之前有听了几集，大部分就是忧郁症比较没有力气比较没有想要做什么事情。对，那他怎么会爆发失控？通常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啊？通常明颖就是明颖要不要说一说自己的状况这样子？对，OK， 好。通常大部分会已经有经历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吃药了，他开始有点恢复，然后有点意识了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呢，他就会开始做一些就是不当的举动，因为其实他已经有力气，他已经在治疗中，所以也不再算是他是在忧郁症当中，但是他又有自己的情绪了。我了解。对，所以其实是在比较开始在治疗之后比较有力量的时候，对，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初期通常不太会遇到这种状况。对。OK， 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大概初期跟就是如果开始治疗之后，那两个的精神状态的差别吗？就是一个就是如果你还没治疗的时候，或者是正在治疗中，就是还是不要处于那种低落情况之下，其实你真的不会想要做任何事。对。可是真的到一个情绪高，就是你的情绪开始有被治疗了，然后你就开始觉得自己很无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活在这世上没有意义。那你就会做一些不 OK 的事情这样子。对，就没有意义的那种感觉。对，没有意义。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做一些很爆发的事情这样子。例如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有过什么吗？有，当然就有很多啦，就是但是就是就像吞药啊，或者是割伤自己。对，割伤自己啊。然后但是就是大概这两个就是轮来轮去这样子啊。对，这样子。明有提到说很难说清楚的，对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用直播的方式来分享一下。其实我们在这个之前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发生了很多次就是失控的状况。失控的状况。那刚刚有提到可能有包括吞药包括画伤自己这样子。要不要跟我们分享就是当中1-2次比较印象深刻的经验吗？那是你比较印象深刻吧？我都已经就是可能像但是你印象比较深刻，所以你在当时你是没有感觉的，是不是？对啊。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因为我们
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忧郁朋友，然后跟我们是陪伴者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我们等一下从不同的角度来分享。所以你们在失控爆发的时候，你是没有意识的吗？对，我是完全无意识的，就是脑中空白，然后你就会一直想要做，就是做这件事，就是例如吞药好了，然后你就想说，好，我觉得好气哦，还是我真的觉得我已经活够了这样子，然后呢，我就会开始吞很多颗药这样子，然后我吞完药的时候，我就不省人事了，然后就这样子了，对。然后后面就是我在收尾了。对，所以可以换你说一下，就是陪伴者的心情如何？OK 啊，我来讲一下。刚刚明这边有提到说，就是发现自己的活动量减少，但是就是感觉自己不对劲。对，没有错。就是有不对，可是没有那个。对，所以会很多的负面想法。对，没有错。对，好，那接下来我就从陪伴者的角度来分享一下当时的状况。真的是现在想起来都快哭了。会吗？那个第一个首先是那个时间点总是发生在不对的时间，比如说已经睡着之后，对，那或者是我在上班的时候，就是说，就是好像有余力可以去照顾你的时候，你都没事这样子，对，那就是比如说已经睡着了，然后后来这个时候你就突然压起来，就突然就默默很奇怪，默默就起床，然后就开始吞大把药，可能是刚好就是有那种。可能刚好医生开给我药，然后呢，我会累积那个药，把药藏起来，对，要藏起来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反正刚好可能有多药或什么的，或者是一个月份的药，然后就全部吞进去这样子。像大概是多少的量啊？对啊，应该有5-60颗，不止啊，像我可能一颗药。28天，那我可能一颗药我就要吃3颗，对，或者2个，吃2到3颗，对啊，那这样就7-80颗了，对，大概是这样子。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大家分享，我记得有一次是那个时候我去外面研习，就是研习到一半，就是那时候我在外面参加一个好像是3天2夜的研习吧，还是2天1夜的研习，对，那个时候前一天我们2个其实就是有一些争执。有一些不开心这样子，可是那也没有办法，就是争执不开心就这样子嘛。那后来就后来我就隔天我就去研习上班，所以我就开车人到南投去，然后就去研习。对，那时候就是第一天，就是研习到下午的时候，然后我文就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说他把药都吞了。你不知道这件事对不对？对，因为我回到家的时候他已经不省人事，躺在床上那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药都吞了这样子，然后我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就赶快从那个南投开车赶快回家。真的有这件事对，真的有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对，那后来就是就是我就赶快回到家嘛。那回到家之后那就看到他躺在床上，然后就不省人事。那因为他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我在当下，因为他已经睡着了，我就想说，那就让他休息一下，晚一点就是再看他真的不舒服再带他去看医生。结果他可能因为吞的药量太多，他就是连续昏了2-3天都不动，都是不太会动这样子。那因为我那时候3天2夜的研习，我就请假了，我就没去上班，我就都在家里面，对，然后就是在照顾他。所以说那种时候真的是。你就是说，你为什么没有要叫救护车？因为之前你也有过大量吞药，那一次我们有去洗胃过。有一次我们去洗胃过，然后洗胃完之后洗胃完后来就是社工师就打来给你嘛。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你大量吞药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骑的晚上，他大量吞药那天是半夜的1-2点的时候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好像应该也是吵架。然后他就没有啦，有时候是因为我突然就觉得，突然有一个精神来，就是说，我好想赶快好然后就赶快就大把吞药这样。对。那我记得那个时候第一次吞的时候，他是那个时候半夜1-2点，然后我就骑摩托车，那时候还没有车子，我骑着摩托车带着一个全身昏不省人事的人这样子，然后就骑到那个医院急诊室。
然后就去洗胃。那洗完胃之后啊，当然后来他就是我就问医生啊，那医生我问医生会不会怎么样，他说还好，就是让他把那个药排出来就好了，我就让他可能会昏睡个几天。所以说那一次之后我就知道说，那如果说真的还就是我后来就可以评估一下说他自己需不需要送医院啊，因为我知道洗胃对他来说不是很舒服。可是那一次医生就是看完之后，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晚突然这样大量吞药？就是他就说，因为他想要赶快好。就是你说这个是负面思考吗？好像也蛮正面的，对不对？但是因为你想要赶快好，所以你大量的把药吞下去。我就问你说，那你为什么要赶快好？那你就说你害怕拖累我。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当然我也很自责啦，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所以就是那一次的经验。那后来我陆陆续续的有过这种吞药的时候，然后我就会评估要不要带他去医院，还是就让他在家里面休息，就是看一下他的药量的数目，然后还有他的身体的状况这样子。对，但是为什么之后我没有吞药？原因是因为有一个医生他跟我讲说，你不要再这样子大量吞药，因为你有可能会急性肾衰竭这样子。对，然后你就要洗肾。然后自从这样子，我就想说算了，我一个其实也是蛮怕死的，所以我就想说那就算了好了这样子。所以其实这样听下来啦，其实我不能说是因为怕死的关系啊，但是因为你们的确是在当时，我们很想要积极赶快好，可是就好不了，因为那患病大概是在第2年或第3年，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想说，该不会我要吃药吃一辈子吧？所以我就很想说，那赶快吃完药，然后赶快好这样。然后我隔天也有赶快去看，就是好了，就是精神比较好之后，我们因为必须还是得去拿药嘛，然后我就去跟我的吴医生，就是跟他说我要再拿药。他说你不是前几天才拿过吗？我说对，我全部把它吃完了。然后吴医生就说你不可以这样啦。然后我就说因为我很想赶快好。他说这种东西不是说你吃很多药就会赶快好，而是你这个是要慢慢调整的这样子。所以我其实就是可以感觉到说他们的心里面是渴望能够恢复成正常的样子。这是我啦，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是也是，对啊。而且今天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也是从我们的角度来分享嘛。对，那你真的是因为想要好所以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你们是在求生，对不对？虽然说看起来是一个自伤行为，是一个负面行为，但是其实你是在求生。对。像上礼拜你也谈到用刀划伤自己，对，其实也是在求生，因为想要让自己感觉到活着的样子。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在这个里面的情况我们应该更多的去理解你当下的就是这个心情，而不是去指责啦。因为其实我会看到有的人他会对于这种面对这种就是忧郁症患者做了一些比较失控的行为的时候，其实可能就会很多的责备你为什么会有比较经典的话是这种，你为什么这样做？对，你不知道这样子会伤害到我们吗？你不知道这样子会让爸爸妈妈难过吗？类似像这样子的话，对不对？这种话听起来你感觉如何？我可能会觉得说干你什么事？干你什么事？对，其实也应该有，就是因为应该说这是我自己的人生啊，我想怎么过我就怎么过啊，然后就会觉得说那是干你什么事吗？这样子之类的，这样子，对。OK， 所以其实会很不想，就是面对这种状况，其实是不是那么好啦？没错，对不对？那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因为刚刚会有听到说你就是失控。爆发失控的这个时候，常常就是比较没有意识的，对，没有意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你会比较好？如果当你失控的时候，因为你目前失控有几个嘛？大量吞药，划伤自己，对，那这个时候，那其实我本来也有想过，就是跳楼啦，可是因为我不想把家里变成凶宅。
所以呢，我就不敢跳，因为毕竟我们是给人家租房子，我就要有良心就是道德良心这样，或者是一氧化碳中毒。我现在一直在策划为什么让家里怎么一氧化碳中毒这样，其实都有在想。可是因为毕竟这都不是我们家，所以我也不希望这里会变凶宅这样子。对，然后到别的公共场合去跳楼，好像也对人家不好意思这样子。就是种种言之，就是要道德良心这样。然后再来就是，其实有些你知道，有些那个自杀，就是我们想要那个的行为有很多，伤害行为有很多这样子。那也害怕，就是说，就是如果骑机车啊，然后去撞伤啊什么之类，那要半身不遂，那我也很衰这样子，然后可能会更陷入更低潮的状态这样，所以这样子的伤害自己，最后我都会先去理解一下，就是你如果伤害不成自己的话，你会怎么样？哦，你现在开始会想说，如果没成功的话，对，我跟你讲，如果我没成功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对对对，我会去想这个，就可能像是割伤，你永远都不会，你不会大量死，就是不会大量失血啦。对对对，其实割伤之后真的不会大量失血，但是呢，你在要好之前，你那表皮层很痛，我就也生不如死啦。然后再来刚刚讲说吞药，也变成说就是就会变成急性肾衰竭这样，然后又要一直洗肾，对，又要洗肾这样子。那再来跳楼又怕人家那个变成凶宅这样子，然后有可能跳楼你可能也不一定会死掉，要半身不遂，又是半身不遂的一个状态这样子。所以现在目前我觉得现在目前想到大概这样，然后其实去卧轨吼，其实我也觉得我觉得去卧轨也不是很好啦，因为会耽误到人家的那个搭车时间。对，所以我都想得很清楚这样。其实你都想过这些事情。对，这些事情我全部都想过。对对对，所以我就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一直要去思考说要怎么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到底是为什么？就没有为什么，因为有时候那前阵子就是在开始的那个生病的时候，真的你就是觉得说每天又要吃药这样子，然后就觉得整天人都这样昏昏沉沉的，好不舒服，没有动力，然后没有产能这样子。可是其实你不是前一阵子啊，你不只是之前期，你前一阵子你也是这样子啊。其实他常常跟我说，就是他不想活了。对，就是说是什么样的状况，已经治疗的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为什么到现在依然还是会有这种想法？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其实应该这样说好，有时候像我们是患病者，对不对？如果我们身体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其实我们都有一些病友啦。对啊，那像病友的话，上次其实就观众就有留言说他自己也是患病的人，对，可是呢，他也很愿意分享，然后也愿意就是陪伴，对。可是陪伴的那个对方，常常就是很失控。什么意思啊？什么叫陪伴的对方很失控？你是说就是那个需要被陪伴的人，就像我们已经患病，所以我出来分享，对，然后你也分享说，我也是患病者，是不是？不是啊，你是陪伴者，我是陪伴者，对啊，像你是没有生病，对，可是我是已经有生病了，可是我已经好很多了，但是我还要再去陪伴另外一个病友，那概念。所以你就是其实因为你你已经恢复一些了，可是你又去想要试着去帮助同样辛苦的人，对，因为同样辛苦的人，同样正在忧郁症的人，对，这个我们也有过嘛，对，我们也有遇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其实我也特别想要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就是说，虽然我
现在身体状况都非常良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问题是，就我也想要很愿意当个陪伴者，但是当我变成陪伴者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面向。对，所以像是例如说，就是说，像可能会有朋友跟我讲说，他开始想要跳楼了，然后开始想要做什么事情。对，其实最后我以我这个陪伴者来说，我也是默默的跟他说，你不要就是好，跳下去会半沉不遂哦，这样子，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就是让他你用一些经验啊，让他就是说一些过往的经验，让他知道说这个后果是什么，是不是？对，然后或者是直接就跳过这个不理他，然后就讲别的话，然后就都一直很冷淡，然后冷淡到让他没有话说。只是他说，他可能例如说他很说，我现在在我家4楼，我想要跳下去，我说，我就是都会一直很冷淡，很冷淡，然后再来就是冷淡到他已经退好几步，原本要跳楼，然后再来说他身上有很多药，然后再来说他想要割腕，然后再来说他想要去哪里这样子，然后到结束这样，然后我全部都是冷冷的对待，然后让他整个完全没有退路之后，我们就可以挂电话，就这样子。OK， 因为从本身是忧郁症的病患，然后到想要去陪伴他人，可是其实那个第一个能量它也是不一定足够的，对，因为其实大家都是生病的人，对，但是其实就更容易同理在这个区块，所以说其实之前我们有说他其实想要有时候去陪伴一些同样是忧郁症患者的病友的时候，没错，我会适时的去拉住他，对，我跟他说，我觉得你不一定能够承担得住，对，就是说，因为我共情能力非常强，所以我很可以了解对方的。我想可能就是你们都会拥有这样的共情能力都比较好，所以可能在情绪的上面当中，他的接纳度会太高，就是可能那种负向能量来可能就会比较不容易承担，所以那个时候我都会试着把他拉住，跟他说，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你不要聊落去，对，因为很有可能他也被拖下去。所以从病患然后到陪伴者之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是好像他不是很能够一定可以去承担，因为他可能需要足够大的能量才可以去承担这些比较多的负向思考。但原本一开始我觉得我很 OK，可是没想到就是感觉好像我就是越陪越糟，是不是他？因为他也糟，然后我也很糟这样子，所以就最后就尽量保持距离啦。对，就是最后变得很多都是就保持距离状态这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有发生状况，其实对我来说，我也会对我来说也是个负担啊，所以我就会尽量的可以的话，就尽量是保护他避免说让他太多的去接触。这些所谓的可能也是同样是忧郁症病患的人，所以这一次我们一起开直播，是有讨论过，就是我能够成为他的有点像挡箭牌这样子，对，因为其实文文他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谈一谈忧郁症，对，但是他不一定能够接到大家的这个需求，对，那我在这里面当中我也不一定能接得到，但是我至少可以保护住文文的这个情绪的状态，所以我们才透过这个部分跟大家开直播。分享主要就是分享一些我们的经验，也希望透过我们的经验可以跟大家有一些交流能够帮助到大家这样子。对，那再来就是回来到说，就是一旦当遇到爆发失控的时候，常常会是在治疗之后，治疗之后当中就会开始遇到这种状况了。对，而且这件事情它可能会长期的。我们其实要长期抗战的，对，我觉得我们吃药就是这样，因为其实一开始你会觉得吃药就OK 啊，还不错，可是你真的吃到最后，像我已经吃10年，然后每个礼拜都要就是要分很多药量这样子，其实都要分很多药量，其实分到最后我自己好烦哦，每次到
看到那个药盒没有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就厌烦，嗯，然后就想说哦，到底什么时候药好？然后这时候又心情又开始不好，然后就整个又很沮丧这样子。所以看起来沮丧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发生在你们身上的。没错，对，就很脆弱。也不能这样讲啦，就是一直都处在很脆弱的状态，不知道为什么。对，的确是有时候真的会觉得说这样你也要崩溃。对，我也的确是有心里面有这样讲过，有想过。对，所以说像刚刚他有提到，就是当他在陪伴，如果是培养同样是病友的时候，面对到他们的一些失控的行为，其实你会选择去忽略的。对，那像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因为如果我爆发的时候，你也是忽略的状态，我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戏可以演那种感觉。对，是因为通常我们如果真的不想要活下去，可能真的就不告而别了啦。对，但是既然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他还会特别告知你，就表示说我们还是有求生意志的这样子。所以其实有爆发失控都是好的。对，不可以这样说吗？对，是啊，对，有爆发失控其实就是好，因为这是在求救的过程。对啦，如果说真的是那个意志很薄弱，大概我们可能连发现都没有机会。没错，对不对？对，像之前就跟他讨论，最近那个 Linkin Park 他不是有新的主唱复出吗？对，那上礼拜其实我们就有看到新闻。对，那我记得我们上礼拜直播的时候，就是有跟我们讨论啊，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会说，忧郁症的人就是太在乎自己啊，然后想太多啊之类的，然后就是有事做就不会有这样，好好的出去玩，出去走一走，有事做就不会忧郁了。对，其实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你看像 Linkin Park 这样那么有名的主唱，就是那个美国联合公园的主唱，他那天下午他还跟他的家人玩的，就是很好嘛，就是对庆生，然后有很好的聚会这样子。对。可是之后他就半夜的时候就突然就自杀这样子。他就好像在家里面这样子。对，就是说他也是有成就的人啊，他也有事做啊，对不对？那他也是我们想象说，那看起来平常也都没有什么事，就是感觉他也是一个就是看起来就是光鲜亮丽的人，可是为什么他就会突然间？对，这样子。那比如说还有举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张国荣的例子。对，张国荣其实也是有名的演员。对，那也是后来他就是突然之间就是陨落了这样子。对，我在想说，其实我们不应该特别的去叫他们说，你就出去做什么事情就好了，就是因为是连出去都没办法出去的，对不对？没有办法出去，然后也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陪伴者要做的就是等待这件事情。对啦，还有尽量就是少激发出我们那个不理智的行为。什么叫做少激发出你不理智的行为？例如说尽量就是不要跟对方就是有些争执，然后让他不爽这样。那因为他可能只要一不爽，他会觉得自己好活得好没意义哦。然后活得好没意义之后呢，就又开始想要伤害自己，就一直都在轮回这样。像之前我们有几次发现，就是吵架完之后，就是可能那个时候我也不是那么成熟，所以就我跟我刚结婚，然后还就是因为他有时候失控嘛，等他失控的话，我也会受不了，然后就会有一些吵架。对，那吵完架之后，你就会觉得没有意义。没错。对，然后的话就事情就发生了。对。然后呢，所以我的吴医生他都会觉得说，是不是你先生欺负你？他每次只要跟我看着说，你先生最近对你还好吗？这样子。对，应该还好吧。最近还 OK 啊，就是还很正常，可以跟大家见面。其实今天是有一点点疲惫啦，就不是很想开播。今天不是很想开播，是因为今天去医院做了很多的检查，这样子。就是全身的大检，就是
就是要检查啦，那所以就今天真的还蛮累的。就你今天是去检查什么啊？今天主要是去检查那个乳房的乳癌的那个回诊，然后再加上就是预备下个礼拜要大检查，做一些 CT 啊，或者是骨头断层扫描啊，或者是一些癌细胞有没有移位之类等等的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情绪上也会有受到很多影响，因为其实我就是会觉得说啊，天哪，我怎么人生过那么的辛苦这样子？对，又有忧郁症，然后又癌症的，然后又什么的这样子，对，就会觉得说啊，怎么那么多事这样子？对。有没有就是你今天有跟我说，其实你今天去检查的时候，发现其实很多的女性都有癌症，要不要讲一下这个区块这样子？你在观察的时候看到什么？好其实是这样子，因为其实我觉得女生啊，就是其实女生我们女人通常就是会有一些事情，然后会忧郁，然后就闷在心里面这样子。可是其实闷在心里面的话，这边的就很容易塞住，就是它的淋巴的那个气结就很容易塞住，然后一塞住之后，我们就很容易会影响到胸部的部分这样子。对，那因为其实我们有观察到，我们自己都有观察到，就是说好像忧郁症患者很容易，就是只要一忧郁，或者是其实没有忧郁，但是心情就是结在一起的时候，你下一个的病症就是就是可能会乳癌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反正就是乳房可能会有长一些东西这样子。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女性要注意的部分。对对，虽然这个我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啦，没有什么医学依据，但因为我的朋友也是跟我一样，我就是先忧郁，然后再来就变成就乳癌，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也蛮巧合的。对，其实因为全世界目前当中有将近1/4以上的人都有忧郁症那样子。对，像家珍这边也说正在度过难过渡期。对，这的确就是我觉得面对到就是这种忧郁的这个状况，似乎它变成全世界好像大家很容易会有的一个状态。对，那对于女生来说，似乎好像蛮容易会引发一些生理上的疾病那样子。对对对，就是不是那么好啦。但是因为这件事，但是它似乎也避不开。对，似乎避不开。那所以说，我们有没有什么？因为就你过来人建议，就是你已经忧郁了那么久了，那当在情绪来的时候，或者是面对到这种比较低潮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观众也可以度过这个比较低潮的时期？在比较低潮的时候应该怎么做这样子？其实我是真的变成比较好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家有养猫因为其实动物啊，就是不管是不是这一只啦，是我家有养猫，然后这只是一个很纯粹的意外这样子就对。但我是真的有养猫，但是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外国或者是国内也有很多就是宠物的那种宠物心灵，它是抚慰，就是抚慰的抚慰人心的宠物这样子。所以像如果说在可能国外会有一些狗啊或者是猫。然后只要有狗狗或者是猫，就是它们这些动物，如果说在我们身边的话，我们情绪会比较稳定很多。为什么养宠物这件事情会让你的情绪稳定啊？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是很疗愈吧，就是至少就是看着它们，或者是像可能有几次就是可能我们有很冲动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猫它也很知道，所以他会赶快来到你旁边。对，像我们家的姐姐就是这样子，就是我如果一整天都躺在床上，
他就会特别来关心我发生什么事。嗯，对，所以这会让我觉得说，好，那我为了他，我可能要好好的，就是照顾自己这样子。对对。所以其实某个程度上，那也是一种责任啊，对不对？好像变成，因为你是养他们了嘛，所以其实你也有个责任，就是妈妈啦。对，妈妈需要坚强一点这样子。对，所以养宠物这件事情看起来对你来说也是有帮助的。是啊，可是不见得每个人也都是刚好，因为我们也没有孩子。对啊，所以但是我是觉得说有一点点心思放在一个某些上面就会好很多这样子。对，我记得刚开始我们说要养猫的时候，我一直拒绝。我就是因为其实我就是不想，我就是不想说家里面就是有的没有的这么多这样子，所以他那时候在讲说要养的时候，我就是不要。那所以那个时候他比较多就是孤单一个人。对，那只是说因为那时候你都在上班啊，我都在家。对，那后来他就说。OK， 好，非常好，那就是刚刚讲哪我在养猫，对，我们跟我说他在养猫之后他会好一些，状况会好一些，所以我们说好，那猫我们就试试看。那后来我们养完第一只之后啊，那我们就状况就不错啦，对，不错这样子，所以后来他又说要养第二只，我就好就让他养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家里面全都是猫的东西。对，所以我们总共养了3只猫，然后这只是意外。讲一下它的由来吧。它吗？就是我们原本是一只，我们本来都没有养鸟，但是因为突然间有一天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为什么我们家的猫都一直在那个同一个窗户那边看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一打开之后发现，怎么居然是一只鸟这样子，然后我就收留它了，自己飞过来，对，就收留它了这样子。对，不过这样子也因为多了家里面有不同的成员啊，也让我们有一些就是好像可以来做一些事情这样子。对，这样对的，我觉得重心会好一些。之前我记得有一个家长，然后他也问我说，就是小孩子状况不是很好，也是忧郁。对，那有提到说，那可不可以养猫这件事情？他问我，那我也是把我们的经验分享给他，就觉得还不错。但我们就没有要大家推销，没有推销什么，我们都就是我们这些经验这样子哈。如果你有什么厂商在那边，都不要去理他，跟我们都无关，跟我们都无关。对，所以我们只是跟大家讲说，那也许有一个重心是不错的，只是说那个重心也是要我们可以接受的啦。对啊，就是要评估一下自己。你那个时候是为什么会突然觉得养猫这件事情可以帮到你啊？因为我之前就养过猫，然后呢？其实就是一直很想要再养猫这样子，但是我没有想到说，在养了猫之后，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很稳定。对，因为他们就是对啊，就是这样子。因为不要讲一些很没有科学的证据，还是想说让他们的呼噜声会有什么关系，就分享一下。我觉得好啊，就是因为猫会有那种呼噜声，呼呼。对，然后那呼噜声呢，它是一个频率，那个音频吗？还是什么阿法贝塔什么之类的？对，然后那个什么波的会让我们情绪很稳定。对。你至少听到那呼噜声，你是不是有比较稳定？就开心了。对，真的有这种开心。因为要讨好猫不容易啊。真的，我觉得讨好他们真的不太容易啊。是，对，就是你只要讨好它不容易这样。所以能够就是可以有可以让它有个就是让我们来灵性，我们就主动跑过来跟我们睡觉或什么，我们就会非常非常开心这样子。对，真的有这样哈。明颖这边也提到说，宠物陪伴真的有点疗愈的效果。对，宠物陪伴的确，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去那宠物的什么咖啡厅啊，宠物咖啡厅还是什么之类的，有狗的有猫的这样子。对。不过大家如果
因为如果你是因为这个状况想说适合去养猫养狗，但是你不能弃养哦。对，我们真的是，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们养了就不可以弃养它这样，所以我们也是做了很久的准备，然后做一些好的准备。那因为我们有养过，所以他比较经验。对，我是没养过啦，所以当时我就配合着他的这个行动去处理这样子。对，所以说其实透过这个方式当中，也是慢慢的去缓解他失控的情绪。对，没错，就是本来是会很想要失控的，可是你知道吗？就看到猫咪已经在，就是可能我在家里大叫，然后失控的时候，孩子们就躲起来就吓跑，然后可能会有2-3天都看不到他们，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好，算了，我要好好的控制自己，不可以这样子。对，然后甚至我们很想要割腕的时候，你知道猫很会抓人吗？就是你知道把它抓来，它把你抓到全身的时候，你就知道很痛，所以你就完全不想割了。不想割了，然后就被猫。其实我手都是伤哦，都是伤，就变成说刀疤这样子。我手这边都是猫抓。对，而且猫抓真的超痛，痛到真的你会受不了那一种，而且都会留疤这样子。对，所以我就会尽量说，好吧，那算了，不要再伤害自己了。真的好痛，真的很痛的样子，很痛。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就是那时候我们失控的状态是，他就是在家里面摔东西，对，摔盘子啊，就是家里面都摔乱七八糟这样子。那个时候在摔的时候，那猫就躲起来，就是跑进房间里面去。跑进房间里面去。那在这个的时候，有吗？有，我那个时候真的吗？我那时候家里盘子都被你摔坏掉这样子。对，你看他都忘记了，因为他们可能在当下真的是没有那个意识啊。对，可是那个时候他就是很激动，电视也想摔，对不对？餐盘的玻璃都被他摔坏了。对，然后电视也想，要不是我阻止这样子，不然可能电视就坏掉了这样子。就是很多东西它就处在一个很失控的状态。那我记得那一次他这样摔了盘子之后，猫就是跑走的样子，然后他就是有被吓到，然后后来是真的好几天都没有看到他，就都躲起来的样子。对，所以那一次真的是让我印象还蛮深刻的。真的还假的？真的啦。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所以是真的吗？因为很多事情你都发生了，你都忘记了。对，可能你那个时候你也吃了药之后，你也忘记。吃药之后真的会有断片。对，就是这个后来就有跟医生讨论断片的问题啦。对，但是因为他当时他已经有点失控的状态了。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如果说在面对到病患失控的时候，你的家人失控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是要先确保安全，因为其实当时他一路都是想要往石头跳下去的，就是想要对啊，往坏的方面。对，所以不管在当时候拿武器啊，或者是说要往外跳，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是压制他，把他压制住的。因为我还好我是男生，我力气还算大的样子，所以我就先把他压制住，然后就是让他冷静。那就是说，可能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半个多小时了。然后后来他也是缓一点、冷静一点，我就跟他说：“那不要这么用力这样子，也不要那么冲动。”对，所以说后来的这个第一步一定是先保证安全啦。这件事是没有话说的。那保证安全完之后，再来好好的来问他说：“那当时发生了什么状况？”对，所以说其实面对到忧郁症爆发时，我说一定会有一些轻重缓急的分别，而且他们在当下可能真的是不一定有意识在做这件事情，或者是即便有意识，后来在回想的时候，可能也都忘记或后悔这样子。会后悔啦。会后悔吗？是真的会后悔啊。讲一下后悔的。比如说真的很生气的时候，然后你就摔手机之类，然后隔天你就要买新手机之类，这真的会后悔啊。然后重点是又怕被笑，就是你当下的赌气，或者你当下的爆发，然后很失控，然后或者是你的赌气或怎么样之后，然后再隔天再看到事后，再看到一些原来被你毁坏的这个样子。其实会后悔。对，因为曾经也有就是真的划伤自己的时候去缝刀嘛。对，然后那皮肉绽开，然后去缝刀，然后医生还要问说你这是怎么样，我还要跟他说不小心被那个碗割到这样子。对，就是你知道你又不想要
让他们通报卫生局，所以你又只能就是说一些小谎话，但是真的就是对啊，就这样。会后悔，代表其实你也不想做这件事情啊。对啊，就是醒来会觉得说，哎呦那安呢这样。对，你在当下其实也是真的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件事情，控制这件事情。所以说，其实大家会试着要去寻找说，那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你的情绪可以获得比较缓解一点点。对。那我们像你现在这样子状况已经好一些了，如果说你最近有没有感觉到说情绪准备要爆发的时候吗？最近没有什么情绪失控的问题，最近比较处在真的忧郁的状态，就是我就不知道就是其实这几天其实都一直觉得懒懒的，然后也觉得心情就是累累的这样，然后我就一直睡觉，对不对？对，就是我躺在就是看电视看到都可以睡着，然后对，就是这样，就一直处在这个状态，其实蛮困扰，因为现在我有帮朋友，就是有朋友请我帮忙做一些事情这样子，那我也不想要都是推脱或请假这样子，对，所以这个现在是目前我比较困扰的地方，但是现在失控或爆发我他们被猫抓，所以常常被猫抓，所以我就有点不太失控了，因为每天吧，就是每次都会有那种，但一周会有一次，然后就会被猫抓伤。明你说你要去打破伤风疫苗啦。哦，我知道了。他真的很常被抓，就是有看到肚子好几条这样子。对啊，上一次就是我还要被抓到这边，就是整个这边都被抓伤这样子。对，不过要讲一下，不是猫的问题，是他的问题，是他都去给人家闻啊，很用力的闻猫吗？很香啊。对啊，不是猫的问题啊，那也不是被家暴，纯粹就是真的是我自己就是很爱，就是很想闻它们这样，吸猫，对啊，一直吸猫，一直爽。然后刚刚我们家姐姐又不喜欢人家摸她，不喜欢人家抱她，对，所以她每次在抱她的时候，姐姐都会把她堵住这样子，不准她靠近。然后就很快就跳走，然后跳走之后就全身是伤了这样。对，因为一跳啊，爪子就张开啊，对，就抓到这样。然后我们家弟弟是太兴奋也会就是抓，太兴奋他也会抓这样子。对，我那天我也是那个被弟弟抓伤这样子。对啊，就是拍他太兴奋的样子。对，所以这边提到说燕城提到说情绪失控狂躁，小心忧转躁，你觉得怎么样？忧郁转躁又或躁郁转忧郁？的确是会有躁郁的问题。对，是怎么样？真的就是其实一开始的确是会有忧郁，但是有会躁郁。躁郁的话就是就像是他讲就是情绪太过激动了，激动到真的就是你会可能会很焦躁，或者是你很躁动，然后就很想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就伤害自己，就会变成对，就是又是伤害自己。那像你在就是医生有针对你的就是躁的这个部分当中做一些药物的处理吗？后来就跟他讲的时候。有，因为太忧郁了，他就帮我调血清素。对，那如果太躁郁的话，他也是帮我调血清素。所以根源都来自于你大脑分泌出来的东西是不 OK 的，没有好的多巴胺，所以呢，他就会做一些让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对，这不是我的问题。所以可能因为你太忧郁，所以医生帮你就是药当中是血清素就是有调高的，那可能后来因为血清素进来了嘛，比较嗨，也比较有力气了，所以就开始有力气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对，所以在这里面然后可能就是过嗨的情况下就变躁郁的情况。对，过躁也会有躁郁的时候。对，所以这个时候又要再跟医生再回来再调药讨论这样子。对。可是因为其实躁郁的状况比较不会
其实比较不会在我们身上，是因为我们底子本来就是忧郁的底子，因为其实像这两天是秋天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还是会比较忧郁一点，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变成躁郁症。对对对，躁郁跟忧郁还是有点不一样。对，还是有点不一样。对对对，看起来9月份进入到秋天的季节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情会比较容易沮丧跟忧郁。对，就是一个阴阴的感觉，就会很不舒服。如果是出大太阳，或者是那个下雨天，我都还 OK，但是阴天我就觉得很闷，要么就下雨，要么就出太阳。对，这样。而且出太阳，我们还可以去晒一下太阳，还蛮舒服的。晒太阳对你们有帮助？我觉得晒太阳大概5分钟、10分钟，大概就真的你可能也有流点汗呐，那可能就真的会好很多，就是整个就是蛮舒服的感觉。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晒完太阳，就是因为你其实有时候之前要你去晒太阳也不是那么容易。没错。对，那怎么样？就是如果会晒太阳的话，我大概就是真的想要去晒太阳的话，如果比较 OK，我可能就是在阳台晒一下。医生说可以的。其实晒一下太阳对你对你的心情上面也会恢复，会蛮好的。没错。对，那也会让你的爆发这件事情当中会比较稳定一点吗？不会。为什么？没有啊，那只是让你只是太阳就是让你一个可以，它也会有分泌一些多巴胺的效果这样，但是它不会影响，因为它到晚上它就不见了，所以我们通常都在晚上的时候爆发。所以在刚刚燕城有说睡眠很重要，对不对？对，睡眠这件事情，好好的睡觉。可是有时候其实忧郁也会睡不着，对不对？对啊。而且你一开始就是因为睡不着。我是一开始睡不着2个礼拜都没有睡觉，整整2个礼拜都没办法睡。然后才开始进入，就是本来是调整睡眠，本来以为是睡眠障碍，就没想到就发现居然是重度忧郁这样子。对，然后就很严重。对，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吃药这样子。我觉得现代人其实蛮多都会有一些睡眠上的问题，那睡不好的确就会影响到身体各个部分的机能啊，心灵也会啊，心情也不好啊。然后再就是我们现在人我们都太赶了，做事情都好赶，然后就你变得很赶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变得很焦躁，然后或者是很焦虑，就是这样。然后再加上你又睡不好，然后整天又在想那个晚上的时候睡不着，因为在想隔天的工作要做什么。对，然后就一直这样子一直这样轮替，那你最后就会真的就失眠了，就失眠了这样子。燕城问说想要问一下躁郁症，你有办法回答吗？因为我们本身不是躁郁症啊。对，不是躁郁症，但是躁郁症的人他通常就是讲话会很急，然后很焦躁，然后呢就是他会很焦躁，然后也会很急，但是呢反正他很爱碎念啊。这个是一个部分，因为过嗨就是一个部分。因为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吴医生也会问我说你最近有没有比较焦躁一点这样子，或者是因为你说话说太多吗？我就会说对，我说话说到嘴巴好酸这样子，或者口好渴这样子。所以这个也会。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很容易，其实焦躁完之后，你如果说对方我要求你做一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做到，我就很容易发狂。就是大概就是对生气，情绪控制不好。对，情绪控制不好，但是他不太会忧郁，就是会一直讲话，然后一直碎念，然后再来就是很容易生气。然后就很暴躁这样子。对。我们虽然没有躁郁症，但是之前上课有学到，就是好像过嗨的一个情况，它后来就会到一个极度的一个低潮，极度的低潮。但是因为这就是郁啊，对，这躁郁嘛这个部分，所以说它在这里面它的转换会变得很快。那像我爸爸，他就是思觉失调加躁郁症，所以你感觉不到他
他不是躲起来那种人，他就是很 open 很放的那种人。对，但是他在他就是什么话都可以讲这样子。对，他就是随时保持很高能量、高度能量的一个人。那只是说后来他行为失控之后，所以他也比较多是对外，所以他可能会对外有一些攻击，甚至有一些家暴的一些状况。就是说他像可能忧郁症比较，我觉得可能比较是对自己伤害。对，那躁郁症可能会比较对外所以说燕城这边会说会不会影响到就业？我觉得不管什么症啊，忧郁症、躁郁症可能都会影响到就业。那你一定要去看医生治疗，那了解一下自己的状况，就是需要有病识感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生病了，不知道自己忧郁，不知道自己躁郁，就自己家人也不知道，但家人可能都只觉得说，为什么他一直碎念呢？对，一直碎念，那或者是说为什么都不出门之类的。对，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忧郁症的意识可能有了，但是可能躁郁症的是还不是那么多。我觉得他也比较难判断，因为他就很爱讲话。对，他就不忧郁，就是真的不忧郁，你也看不出来他忧郁，但是你就发现他一直讲话，然后很嗨这样子。对，像我有时候他就会很低潮，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就会突然又很嗨，就到处需要找人家讲话。对，没有讲话很痛苦。对，所以我现在到处的那个店员啊 ，7-Eleven 啊，星巴克啊，还是什么护士人员都会被我骚到，他们认识我了，这样子是过嗨了这样子。其实他看起来社交能力很强，对，是这样。可是大家就是不相信我有忧郁症。对啊，每个人都不信他有忧郁症这样子。对，反而我比较像有，对，因为我都不讲话，我看到店员都不讲话，东西买了就走了这样子。对，但是他就会一直讲话，对，所以说这个可能都会有一个极端，都会有一些不是那么好，蛮极端的。对，要么就都不讲话，我啦就要么都不讲话，那要么就是叽呱一直讲不停。对。那我跟你讲，身为一个陪伴者或者是老公，跟你讲，老公面对到太太，这时候你讲话的时候怎么办？你不可以不理他你不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让他感觉到你有在陪他理会。对，但是你还有自己的事情做怎么办？教大家一个诀窍，就 Q 尾位，就是用重复最后一句话就好了。对，我把这个秘诀告诉你了。对，就是当他讲完了，叽呱讲了一大堆之后，他就说这样子所以刚刚是什么什么，就把他最后一句话重复下来，就会很像是在有听他讲话，对，但是所以男生你要保持一下，就是当他说你看那个女主角，我觉得陪伴者啊，不要说男生啦。对，可是有时候男生真的是，我觉得女生还行，女生就是还可以一心多用，男生是不行一心多用的。男生做什么事，像我有时候打游戏，我就打到自己游戏，然后他在看连续剧，然后他就跟我讲连续剧的剧情，对，我就没办法意会，没办法分析这样子，所以说然后他就觉得我在敷衍他，没错。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学会了，当他讲剧情的时候，我就所以那个女主角怎样所以我就重复他刚刚讲最后一句话就好。然后我只要笑，他会跟着笑。对，哈哈，我哈哈，但我也不知道我在笑什么。对，我没有敷衍你但是我这个就是一个陪伴技巧啦。对，陪伴技巧，所以就是给大家啦。如果你也正在陪伴忧郁症患者的时候，对，那稳定他的情绪就是让他感觉到你有在陪伴他，然后不要去放大他的失控行为。对，其实躁郁症也不要啦，就是不要去放大他的行为。对啊，然后如果他一直讲话的时候，你偶尔可以提点他一下，说你要不要冷静一下，或者喝口水之类的，休息一下。对，就是你要不要怎么样，就让他转一下话题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然后可以的话，就是今天不管你是忧郁症的患者本身，或者你是陪伴者，都鼓励你可以透过情绪的笔记记录一下情绪的变化。对，透过这个记录，文字的记录，就可以让你可以对自己有更多的整理，也可以对于病患啊，然后本身你陪伴者，你可以知道说下次可以怎么帮他。所以我的荧幕上面的右上角有一个 QR code， 这是一个情绪笔记，对，那一个简单的模板，让大家可以练习开始去记录自己的情绪的状况。对啊，不用特别像写日记这样子，一两句话就好，一两句话这样子就可以了。对，常常对自己做一些记录，我相信对于情绪上面的稳定都会是很好的帮助。对，很好的帮助。对 ，OK， 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
分享就到这边了。非常的谢谢大家今天那个踊跃的发言，还有这个来观看。那我们希望我们后续可以持续做这样的一个分享。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那欢迎你可以来在我们的荧幕下面，在我们的直播下面当中留言，那我们也会尽力的来回答跟整理。好，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拜拜，拜拜。谢谢，那个谢谢龙真，谢谢，拜拜。就是人家在看你，小三。